北溪管道被炸，至今没有找到凶手，象征俄罗斯国家荣誉的刻赤大桥遭受同样的待遇，这令普京大怒，临阵换将，任命俄空天军总司令苏罗维金大将为乌克兰战争总指挥，妄图扭转战局。新官上任3把火，苏罗维金大将素有屠夫之名，一向下手狠辣，这次也不例外，一上任就改变了俄军以往地面作战的打法，对乌克兰全境发动了持续1周的猛烈导弹袭击，造成乌克兰大量军事设施、基础设施的损坏。俄军本以为靠着疯狂的轰炸可以改变俄乌战争的局势，不料随着战争的继续，俄罗斯的短板彻彻底底地暴露了出来。根据塔斯社消息，10月17日当天，一架苏34战机在俄罗斯南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叶伊斯克市坠毁，造成13人死亡，19人受伤。倒是2名俄军飞行员均在飞机坠毁前成功弹射。值得庆幸的是，俄军这架战机没有装载弹药，否则后果会更加严重。当地政府已答应将为事故遇难者家庭每户支付100万卢布，为每位伤者支付1万卢布。你说俄军战机怎么总是出问题？这次俄军又会编出什么理由来解释呢？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苏34战斗轰炸机就被俄军吹嘘成了神一般的武器，但上了战场后，苏34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出战第1天就被毒刺反恐导弹击落，如今更是出现了本土坠机事件，连家门都出不去，你还指望它做什么呢？要知道，苏34可并非什么苏联时期的老古董，而是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自行完成生产制造的一款战斗机，其性能远超苏24，曾在俄格冲突、叙利亚反恐等军事行动中表现出色，因此还赢得了俄空天军的大批订单。但是在乌克兰战场的糟糕表现，属实令俄军自己都不敢相信。而俄军战机在本土坠毁，其实也并非个例。在此前一段时间，俄罗斯本土就出现过苏25攻击机坠毁事件，当时俄方给出的解释是由于飞行员操作失误导致，而此次苏34本土坠毁给出的解释则是因为机械故障导致。说实话，看到新闻的时候，火力军是蒙圈的。难道因为苏罗维金大将担任总指挥，俄空天军就已经奢侈到用战斗机试错了吗？换个角度，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俄军已经到了崩盘的临界点了？首先便是要面对乌克兰强有力的反攻。我想，即便是苏罗维金大将，也不得不向现实妥协。其次是由于长达8个月之久的战争，导致俄罗斯兵力严重不足。尽管部分动员的新兵已经到位，但是由于新兵的训练工作比较缓慢，部分人员厌战情绪高涨，导致俄军内部官兵容易犯，或者说故意犯各种低级错误，造成俄军一团散沙，不是坠机就是内讧，自己打自己。最后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在加紧向俄罗斯渗透，培植了大量的间谍。俄军10月15日别尔哥罗德市的新兵训练营遇袭事件，说不定就与此有关。而对于如今的俄空天军来说，必须要想办法减少战斗机的损失。在俄乌战争爆发后，俄空天军的战机损失速度就已经超越了俄罗斯生产制造飞机的速度，目前已经无法负担起更多先进战机的坠毁，比如苏34战斗轰炸机。若是苏34战斗轰炸机继续以高速度出现损失的话，那么其战机的总数很快就会不满100架。尽管在俄乌战争爆发后有迹象表明俄罗斯进行了多架苏34战斗轰炸机的生产交付，但是个位数的战机生产交付和2位数的战机战损很明显是不成正比的。大家觉得未来俄空天军是否会面临无机可用的局面？近期虽然俄罗斯一直在大肆宣传俄空天军在10月10日导弹袭击乌克兰事件中的作用，其中包括图95、图160在内的俄军战机屡屡摧毁乌克兰重要军事设施和大型基础设施，但这依旧无法掩盖俄空天军疲软的态势。刚才的苏34本土坠毁只是一个小例子。事实上，在俄乌战争初期，尤其是基辅战役期间，虽然当时还是少将的俄罗斯国防发言人科纳申科夫中将就不断重复，乌克兰空军已经被完全摧毁，俄罗斯空天军取得了乌克兰上空的全部制空权，但结果依旧是俄军惨败溃逃。其中无法夺取制空权被认为是俄军在基辅战役惨败的主要原因。
当时的战况是，占领机场的俄军空降兵无法获得后续支援，运载重火力装备的运输机不敢深入基辅。网络上充斥着各种被击毁的俄军战机残骸图片，如米八运输直升机、卡五二武装直升机等。乌克兰军队更是不断发布现场打击击落俄军直升机的视频，搞得俄空天军心态崩溃了。再加上从白俄罗斯出发的俄军地面部队无法获得空天军的对地支援，在遇到激烈抵抗的同时，后勤线更是屡遭攻击。最终，俄军在基辅战役中以惨败收场，闪电战也被拖成了现在的高强度消耗战。就算是到了现在，俄空天军的表现都很难让人满意，这跟俄空天军在叙利亚的凶猛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当然，不排除俄空天军在叙利亚的对手是没有防空能力的武装组织，只要俄空天军不傻，飞得不太低，几乎就不可能出事。而在乌克兰战场，俄空天军全面遭受乌克兰防空网的压制，根本不敢高飞，稍微高一点就会被防空系统发现并打击，低空飞行也会陷入乌军的低空火力网，各种便携式防空弹不要钱似的攻击过来。再加上俄空天军严重损失和缺乏足够的飞行员、飞机配件等因素，才让俄空天军直接摆烂。那么，俄军坚信苏57能扭转战局的说法可靠吗？以苏57战斗机的性能，在乌克兰战场上无非就是承担两种类型的战术任务，一是承担攻势制空任务，从侧翼威胁乌军纵深的制空战斗机；二是承担对面攻击任务，打击乌军的地导系统。但是俄军公布消息说，俄军使用苏57主要执行的是对面攻击任务，兼顾战术侦察机的职能，甚至是执行目前只有美国才玩得转的穿透性空中进攻。由此可见，俄军公布的信息有一部分是虚假。根据俄罗斯公布的信息，俄军说苏57在6月份的时候执行了空袭基辅周边重要目标，在顿巴斯战场承担了对地战术侦察等任务。这一点火力军认为还是有可能的。苏57的攻击手段很多，除了可以携带激光制导炸弹和滑翔炸弹外，它还能携带 X-59M2 型空面导弹。该型空面导弹是 X-59 系列空面导弹的深度技术改进型号。与 X-59M 型相比， X-59M2 型的弹体被改为非圆横截面型，原本的吊舱式涡扇发动机改为整体式涡扇发动机，弹体长度有所缩短，整体结构更为紧凑，使用的战斗部则效能更高。更关键的是 X-59M2 的制导方式采用了复合制导模式，除了配备有 GLONASS、INS 组件，还使用了类似于 AGM-154A 的红外成像和双向数据链制导，既可以末段自主寻地攻击，也可以使用人在回路的模式手动锁敌攻击，提高了打击精度。同时在射程上， X-59M2 型空地导弹的最大射程可以达到300千米以上，其战场生存能力很强，所以俄军说苏57有空袭基辅的能力，火力军不否认。当然，用苏57执行侦察任务这一点可能性也很高，但是俄军说苏57能扭转战局，执行穿透性空中进攻任务，火力军是万万不能苟容的。说苏57能执行战术侦察任务，是因为它是5代机，几乎所有的第5代战斗机都具备一定的战术侦察能力，它们的 ISR INLINT 能力普遍很强。除了安装有源相控阵雷达外，诸如 F-35那样的高端型号，还会装备 EOTS 整合式光电瞄准设备、EODAS 成像设备等。同时，第5代战机配备的电站接收发射系统精度很高，足以承担一定的电子侦察任务。再说了，目前俄空天军的情况是比较尴尬的。按照以往苏联前线航空兵的装备配置和兵力使用方式，配属给方面军实施战略进攻的空军集团军，编内一般会直属一个集团军的侦察航空兵团，该团装备的是苏 24MR 这种战术侦察机，主要任务是给苏 24M 前线轰炸机指示目标，监视战场态势等。但是从此次的俄乌战争的情况来看，俄空天军出动苏 24M2 型轰炸机的次数比较少，出动苏34倒是比较多，但是苏34到目前为止一直都没有搞出苏 34R 这种侦察型号，就连传说中在2020年就开始批量生产的苏34 NVO 到现在都没有下文。因此这意味着俄空天军的前线轰炸机部队其配属的战术侦察机实际上是断线了。在这种战场条件下，苏57的对面态势感知和电子侦察能力可以较好地承担前线航空兵侦察航空兵团的职能。
为前线轰炸机和地面部队指引打击目标。所以俄军用苏57来充当侦察机是可行的，当然也是无奈的。而说苏57不能扭转战局，不能执行穿透性空中进攻任务，是因为苏57加入俄乌战争已经是几个月前的事儿，他要是能扭转战局，早就扭转了，根本不可能等到现在。而从兵力运用和装备特征的角度上看，5代隐身战机虽然比4代机具有很强的低可探测性、态势感知能力以及电子对抗能力，但是它的战术行动同样是离不开体系支撑的。想要执行穿透性空中进攻，就算是 F-35战斗机在执行时，也必须有战略级的预警指挥和控制飞机、战略级的电子对抗飞机，在空中进攻圈外层实施远程态势感知和电子对抗等。然后在进入内层空中进攻战役地伏后， F-35战机也必须精确按照规划航线飞行，确保始终能够以最佳的低可探测构型面对主要威胁方向。此外，还必须得到其他制空战斗机、对面战斗攻击机，尤其是 SEAD 小队的支持，相当于 F-35隐身战斗机只是一个前端，后端需要一大堆支持机型。对突然开机的敌方地面雷达要迅速实施瞄准式压制，对突然发现的地导火控信号 SEDA 小队要迅速发射反辐射导弹实施歼灭。同时，预警机要及时调整 F-35战斗机的航线和限制性空域，制空战斗机要盯住次要威胁方向。只有以上条件全部满足后， F-35战机才能大杀四方。F-35想要执行都要如此费劲，更别说俄空天军现有的兵力配置、各种战略级、战术级支援机型匮乏，再加上俄乌战争进入第2阶段后，俄军几乎所有的战略支援机型都被调往了布良斯克州、库尔斯克州等方向，在白俄罗斯只留下了少量的战场监视兵力，用于监视波兰的北约军团动向，根本不足以形成有效的空中战役体系。所以俄军6月份说的对乌实施了穿透性空中进攻的信息是假的。目前俄空天军依旧缺少预警指挥和控制飞机，性能和空警2000类似的 A100弄到现在也没有通过国家试验，在白俄罗斯也只部署了 A50U 这种型号，并且也同样缺乏战略级的电子侦察和电子干扰飞机。目前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的只有伊尔 20M 型电子侦察机。另外，俄军还缺少战术级的随队电抗飞机。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还只能用苏 35S 带着 L265 吊舱 X31PM 反辐射导弹去打。俄空天军这样的条件，使得苏57大多数都是独自执行作战任务，在实际的作战运用中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再说了，在俄罗斯大范围轰炸乌克兰后，北约正源源不断地向乌克兰支援先进防空武器。一旦乌军部署到位，苏57来一架灭一架，俄空天军的日子只会越来越难。也不知道普京任命俄空天军总司令苏罗维金大将为俄军总指挥是对是错。好了，关于俄军彻底暴露空天军的短板，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讨论。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